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1节到第35节。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迦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终于这位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过世了，百姓为他哀哭，依依不舍。因为现在的这个国王扫罗真的是状况非常的糟糕。那大卫这个部分呢，大卫他是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大卫为了躲避扫罗，越逃越往南。然后呢，他在马云那边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马云就是在马云旷野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城市。那马云它位于犹大支派南部的希伯伦以南13公里，所以已经是犹大支派的最南边那一带了。那他是一个大户妇，然后呢有3000的绵羊，1000的山羊。马云他是在一个旷野当中的一个小山的山顶上，那牧羊的地方呢就在马云旁边大概1-2公里的地方，叫做加密。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大户妇，他相当的富有，他有3000绵羊，1000的山羊，都在加密这个区域来放牧。他正在加密剪羊毛，代表说今年蛮不错的哦。他的这些羊没有被野兽叼走，也没有被其他的游牧民族抢走，他可以非常欢喜快乐的在那边剪羊毛。今年是一个大丰收。而那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拿巴。拿巴的意思不是很好听，是愚顽的意思，愚昧的愚，顽固的顽，代表拿巴这个人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个人。他是迦勒族的人。迦勒族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也是属于犹大支派里面的。还记得以前进迦南地的时候的领袖叫做约书亚。约书亚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跟另外11个探子奉摩西之命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呢，12个探子有10个探子报坏消息，劝大家不要进迦南地，否则一定会被当地的人杀死，我们最好回埃及。但只有2个探子报好消息，说我们赶快上去得地为业，吞吃仇敌吧。这2个人是谁？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迦勒。所以呢后来呢这个他们真的进去得地为业的时候，迦勒他就攻下了犹大支派南部的希伯伦以及附近的地区。所以呢整个犹大支派的南部地区最重要的家族就是迦勒家族，而这个拿巴看起来应该是迦勒家族的这个族长。那他的妻子名叫亚比该。亚比该他的名字蛮好的，是我父亲的喜乐，也就是说我父亲有我这样的一个女儿，她是喜乐的不得了，代表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女儿。那她是一位聪明俊美的妇人，就是她不仅聪明而且长得很美丽，就是一个很棒的妇人。结果这个大老粗拿巴竟然配的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亚比该。然后呢继续圣经补充说，拿巴为人刚愎凶恶，真的是一个恶人。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
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他们也未曾失落过什么就是说他们也从来没有这个丢掉过一只羊，代表大卫说因为我们的军队在那边驻扎，所以呢我们其实都在保护你的牧羊人，以至于其他游牧民族都没有人来敢抢你的羊。那现在听说你在剪羊毛那以色列人他们也有一个习俗，就是剪羊毛的时候他们也会摆盛大的宴席庆祝今年有好的这些收入所以大卫就说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请这个他就派了10个年轻人到拿巴那边去，希望拿巴也能够祝福我们给我们一些赏赐，供应我们一些生活上的所需那我们经文继续往下看那这个大卫要他的仆人对拿巴说，你可以问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呢，愿我的仆人现在在你的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你今天有很好的收成，是欢乐的日子，大摆宴席。拿巴你可以问问你的仆人说，我们是不是真的都很善待你们？我们是不是都在保护你们的羊？你可以问问你们的仆人我们没有说假话。最后大卫要他的仆人对拿巴说，求你就随手取一点赏赐来赐给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哇，真的是讲的真的是很这个谦卑啦也很卑微那毕竟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大户妇也是迦勒族里面很可能是族长这样的重要的人物所以他的这个语气也真的都是很谦卑那第9节，大卫的仆人到了，就真的把大卫的这些话就一方面先提大卫的名，告诉他们是谁派来的，然后也把这些话都告诉了拿巴。讲完了，他们就住了口，要等拿巴回应，要等拿巴赏赐给大卫跟他们的部属一些好东西，生活所需的这些东西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她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
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大卫本来跟他仆人说，你只要跟拿巴提我的名字，一定有加分的效果，一定会他就会恩待我们。结果想不到拿巴说，大卫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哇，讲话很不客气。他说大卫是谁啊？我不认识啊，我只知道最近有很多人都是那个背叛主人逃跑的一些恶仆人。我不知道你讲的大卫是不是属于这种其中之一的恶仆人，背叛主人的叛徒。所以你可以看见不论是基伊拉人还是西弗人以及现在犹大支派南部的这个拿巴，他们都认为这个大卫是背叛主人逃跑的仆人。那当然再加上拿巴这个人真的是愚顽人然后刚愎凶恶，所以连讲话都超级难听羞辱大卫。所以呢，大卫的仆人只好转身从远路回去，照这样的话回告给大卫。大卫听了就很生气，他就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全部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大卫的军队现在有600人，他就带了400个人，他精锐部队要去这个找拿巴算账，然后留下200人看守他们大本营的器具。14节，哇，现在怎么办呢？就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发现大卫率军而来，就赶快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但是主人却辱骂他们。仆人继续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其实甚好，我们以前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过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就是他们其实都在保护我们，我们才没有被一些游牧民族抢劫。所以你当筹划看看该怎么办，看该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的全家。我们的主人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所以仆人只好来找女主人亚比该商量。他说我们的主人闯大祸了，其实大卫他们真的是在平常都在帮助我们，结果我们今天主人竟然这样回他，羞辱他。现在大卫率军来要灭我们了，女主人啊，你看该怎么办？我们也不敢把这个事跟主人讲，因为我们主人是一个很凶恶的人我们跟他讲，搞不好还被他打所以你看看该怎么办。亚比该急忙将200个饼、2皮带的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雅烘好的麦穗子，还有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都驮在驴子上，对仆人说，你们先在前头走，我会随后随着你们去。这件事情她都没有告诉她的丈夫拿巴，她也很怕这时候去跟拿巴讲，拿巴这个人脑袋不清楚这个时候跟拿巴讲，搞不好得来反效果被拿巴反对结果这个拿巴全家就会完蛋。所以他赶快预备好多的礼物，叫仆人先往前送过去给大卫。20节，亚比该就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21节，大卫在出发的时候，他曾经说，我在旷野为那个人，就是拿巴，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也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就是我真的是白做工了，我们对他那么好，他今天这样的羞辱我们，真是太可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我们看见大卫这个时候已经被愤怒充满他的这个理智了所以他说
我不仅要报仇杀了拿巴，我连拿巴他全家的男丁全部都要杀死。明天早上我若不把他们杀光，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大卫已经整个愤怒到失去理智了哦。他如果真的这样做，大卫也会犯下大罪哦，因为他杀这一些无辜人呢，那个拿巴的仆人也没有犯罪啊。大卫如果连他们也杀了，大卫就是流无辜人的血，是犯了大罪。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去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让我们想起上一章那个大卫也是怎么样匍匐在追杀他的扫罗面前，跟扫罗说：“我真的是以善报你的恶，所以请你不要再追杀我。”现在是女主人亚比该，她也是赶快脸伏于地叩拜大卫然后呢，24节他就匍匐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这个一见面，亚比该就先跪下，一开口就说：“愿这罪归我。”那大卫一听很奇怪啊，这个是拿巴的问题啊，怎么会愿这罪归于你呢？然后呢，他就继续听到底亚比该要说什么。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字相称，他的名叫拿巴，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亚比该说，这个拿巴他是个恶人恶人的原文其实是更糟的一个原文，叫比列之子。比列就是魔鬼的意思，就是拿巴是魔鬼之子之前那个撒母耳记上在描写以利大祭司的2个儿子，称他们为恶人，原文也是比列之子。也就是说，亚比该太了解她的丈夫拿巴真的是一个恶人了，目中无人，也目中无神，真的是一个愚顽人。那亚比该说，其实今天会让你这么怒气冲冲的派兵要来杀我们，全都是我的错。为什么是我的错呢？因为我真的没有遇见大卫你打发来的仆人。如果你的仆人来了，我知道了，我一定会亲自接待他的，我一定会把很多的食物跟礼物送给大卫的。这都怪我，是我不好，我不知道你的仆人来了，而让这个拿巴竟然对你的仆人说了侮辱你的话，这一切都怪我。哇，你看这个亚比该真的会说话然后他继续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亚比该真的会说话，他进一步说：“今天好在是我先挡在大卫你的脚前，是耶和华派我来阻止你。第一，亲手报仇；第二，阻止你取这个流血的罪。”也就是说，大卫，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遇到的这样的事情，其实
你应该要把它交给神，而不是愤怒的要来自己亲手报仇。这个我们想到上一章，在24章的时候，大卫他就说，我不会杀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就算他对我再坏，我也不可以亲手杀他，我应该把这个事情交给耶和华，听凭主怒，由主来主持公义。所以呢，亚比该说，耶和华今天已经派我亚比该阻止大卫您不要犯2件罪。第一就是你不应该亲手报仇，你应该像上次你对待扫罗一样。亚比该不一定知道上次大卫跟扫罗的事，但是亚比该提醒他说，像你这样敬畏神的人，你应该把你的事情交给神来处理，而不是在血气里面你自己亲手报仇。第二个，你要杀死所有属拿巴的男丁，他们是无辜的啊，所以你就会怎么样，也会这个取流血的罪，滥杀无辜。好在今天耶和华让我先在你面前阻止了你，使你没有犯大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我们一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哪有一个太太会这样讲自己的丈夫？那其实就代表说，亚比该实在太了解拿巴这个人，铁定没有好下场，目中无神，目中无人，得罪人又得罪神，他一定会被审判的。所以他说，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愿你的仇敌和所有要谋害你的人都会像拿巴一样，神自己会处理他们，所以请你不可以伸手杀人，交给神处理吧，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们，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大卫你来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你是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犯来。亚比该真的会说话，他说，像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是耶和华要重用的人，耶和华必定会坚固你的家，所以你应该要让你的生命是全力的为耶和华征战，何必现在小不忍而乱大事呢？你为了要血气要报仇，结果你不把你的生命让耶和华使用，反而用在血气上面。所以呢，这样子你如果是专心为耶和华征战，不要小不忍乱大事，将来神在你平生的日子就查不出你有什么罪过来。哇，这亚比该真的会讲话。29节，虽有人起来逼迫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他说神看你的性命是非常宝贵的，如同神细心的用布把一个宝物宝器细心的包裹起来，不会被弄坏。然后呢，至于你的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远远的把它甩出去，你的仇敌必被神抛走，神必制裁你的仇敌。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剑士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亚比该真的是智慧的妇人，他说，这个你今天如果不要犯亲手报仇还有流无辜人血的罪，那你专心侍奉耶和华，为耶和华打仗，等到神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会回想起
你曾经滥杀无辜，你曾经亲手报仇不交给神，以至于你虽然做了王，你却这一生中有污点，那个时候你就会良心不安，良心有愧。而希望今天我阻止你犯下大罪，以后你做王的时候要纪念你的婢女今天曾经这样向你进言，而你采纳了。大卫听完之后就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今天真的是耶和华派你来的你和你的见识也当被称赞，你还有你的见识，你的智慧真的是当被大大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也拦阻我流人的血。我要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称赞这个亚比该，你真的是大有智慧的妇人，今天神差派你来使我不犯大罪我真的原本想要杀了所有的人，但是神今天却透过你以及你充满智慧跟见识的一番言语，救了我不犯大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安地回家去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透过今天我们来学习像亚比该这样子有智慧的来阻止别人在血气中行事。我们也看见主啊，你阻止大卫不任意妄为，在血气中做出以后一生会后悔的事造成以后一生中的污点。主，有时候我们在血气中真的不能成就神的义，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淡江教会多年来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希望让圣经的真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除了在网络上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淡江教会教育中心，开设实体的课程，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请立刻上网或在脸书 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就让我们一起装备现在，改变未来。